婆婆骂我好吃懒做，我冷笑解绑丈夫银行卡。2天后，她却哭求我回家。大年30，小姑子亲自下厨做了一道啤酒焖狗肉，全家都说好吃。可她明明两手空空来的。想到这，我脸色发白，连忙跑到我的车后座去看饭团，果然只剩下狗绳了。我气得掀翻了一桌子的年夜饭，对着小姑子的脸左右开弓。婆婆指着我怒骂道：“真是反了天了，王倩，你还有没有教养？信不信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？”老公也劝我不要计较，多大点事啊，不就是一条狗吗？吃了就吃了，大过年的，你别让大家都不开心。我冷笑一声，顺手也给了他一巴掌。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，我将客厅鱼缸里的发财锦鲤捞了出来，开膛破肚瓜鳞一气呵成，公婆当场就晕了过去。我将鱼片端上桌，多大点事呀，不就一条鱼而已。大年30，一家人正团团圆圆坐在饭桌准备吃饭时，小姑子突然又从厨房端出了一个砂锅包，她喜滋滋地放在桌上：“来了来了，重头菜是妈最喜欢吃的啤酒焖狗肉，这里面可放了我不少药材，绝对大滋补。”我皱眉闻了一下，确实满是中药味，令人作呕。回老家之前，老公就有跟我提过一嘴，说过他家里人最喜欢过年时吃狗肉。我养狗的，最见不得这种，不理解也不尊重。小姑子见我冷着脸，将碗重重地放下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哟，嫂子，这大过年的，板着张臭脸，是谁欠你钱了吗？”我刚想说话，老公就在桌子下扯了扯我的袖子，他开口帮我解围道：“行了，你少说2句。倩倩她养狗，平时见不得吃狗肉的。”婆婆夹了一块狗肉放进嘴，不满地瞪着我：“这城里的大小街就是矫情，这猪狗牛羊鸡的都是畜生，有什么吃不得的？要我说呀，你早点给陈家生个大胖孙子才是正事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抱着个畜生玩，还真把他当成自己孩子了。不过是个随时能吃的玩意儿，畜生现在不就在吃畜生的肉？”我嗤笑反问：“我养了只小土狗，也就是田园犬，叫饭团，已经陪了我好几年。好了，大过年的都吵什么吵？不想吃饭的就给我滚出去！”公公发话，终于没人再开口。老公唯唯诺诺地给我夹了一碗菜，凑近我耳边：“你去外面的小孩那桌吃饭吧，老婆，先委屈你一下了。”我闭了闭眼表示理解，本来就是我不想要孩子的，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借题发挥，于是我站起身，端着碗就想走人。小姑子趁机往我碗里夹了块狗肉，她挑衅地看着我：“嫂子，好歹是我辛苦做的，你就吃一块吧，毕竟平时你也没机会吃。”刚想说我不吃，可看清那块狗肉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因为它的皮上有块红色的斑点，而我的饭团身上有一样的红色胎记。小姑子今天明明是空手来的，家里哪里有狗？想到这，我立刻冲了出去。果然，车后座没有饭团的身影，车窗也是全开的，脚踏垫那里只剩下一条黑色的牵引绳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忍无可忍了。这一群疯子吃的竟然是我的小狗！抓起狗绳，我又气势汹汹地冲了进去，直接推开老公，将饭桌掀了个底朝天，桌上的碗碟四处掉落，伴随着清脆的声音，汤汁洒了一地。我抓着小姑子的头发，把她扯出了座位，对她的脸左右开弓：“李子梅，你有病吧？你居然敢杀我的儿子！”小姑子尖叫起来：“啊！什么儿子？我听不懂！你放开我！哥，你快点救救我呀！”婆婆脱下一只鞋向我脑门丢了过来，又指着我怒骂道：“快点放开我女儿！你真是反了天了！王倩，你还有没有教养？
信不信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？”我侧身一躲，拿狗绳狠狠勒住了他的脖颈，又看向默不作声的老公李子明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妈他们吃的是饭团？它是我最重要的小狗啊！你们这一群比畜生还不如的东西！”饭团是6年前被我从地铁站捡来的小狗，当时我正心情不好，路过草坪，不小心踩了它一脚，可它很乖，没有叫，也没有咬我。我看它身上脏兮兮的，便抱去了医院，然后我就收养了它。这些年可以说我对饭团的感情甚至超过我老公。可老公一副了然的样子，他甚至还劝我不要计较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老婆，这多大点事啊，不就是一条狗吗？吃了就吃了呗，大过年的，你别让大家都不开心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李子梅杀的是我的狗。”我瞪大了眼，没错，饭团是我抱出来的，难怪车窗是开着的，我明明记得我早就锁好了，甚至我怀疑了所有人，都没怀疑过他。他们家就那么等不及吗？我都说了，等饭团老死后，我自然会备孕生孩子。看着毫无歉意的老公，我冷笑一声，伸手狠狠地甩了他2巴掌。婆婆冲上前质问我：“王倩，你真是欠收拾了，又敢掀桌，又敢打人。我们就是吃了你的狗又怎样？”公公仍坐在主位上抽着烟。他用浑浊的双眼盯着老公问：“明啊，你媳妇闹成这样，要怎么管？你说吧。”老公看了看他们，又看了看我，他咬咬牙，过来拉我，低声道：“老婆，你就给爸妈道个歉吧。他们年纪这么大了也不容易，有什么事咱们俩私底下再慢慢说好不好？你看你这么一闹，大家都没法吃饭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怪我。都是我的错，你先回房间，这里我来解决。爸妈，还有小梅，你们都消消气。倩倩她只是一时接受不了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这样吧，你们都先去外面看看电视，饭菜我重新做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将我往外拉。我甩开了她的手。不就是又想我忍一忍，搞息事宁人那一套笑话？我王倩从不忍，我又不是忍者神龟。再说了，这是他爸妈，他家里人，又不是我的。将狗绳子摔到他的脸上，我翻了个白眼。李子明，你能不能别做错事就搞谁不容易的那一套啊？这些年夜饭菜是我请来的阿姨做的，你们既没出钱也不辛苦，我打翻了就打翻了呗，老娘乐意。还有吃我狗这事儿，我跟你们都没完，真是笑死人了，还想我道歉？你爸妈是吃了我的狗才开始不容易的吗？你妹是因为吃了我的狗才离婚在家带孩子的吗？他们见我突然变了个人，跟疯了一样，都有些害怕的往后退。就在这时，小侄子突然从小孩桌那边跑了过来，他一口咬在了我的手臂上。坏女人，你竟然敢欺负我的妈妈！看我不咬死你！我吃痛地将他甩了出去，然后颠笑着走到小侄子面前，拎起了他的衣后领，做事要去厨房拿刀。小姑子立刻爬过来，抱住了我的大腿求饶：“不要，不要啊，嫂子！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不该杀你的狗。你知道的，妈他们每年都要吃狗仔，今年是雪封山了，狗运不出来，我才会打饭团的主意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耀祖啊！”呜呜呜呜，我可就他一个命根子。我笑了笑，那还不说实话？看来是真不想要你儿子的命了，呵呵。地上有很多破碎的碗碟，我捡起一块最锋利的，抵在了小侄子的脖子上。小姑子求助的眼神看向婆婆，婆婆也有些怕了，她咽了咽口水：“你行了，老大家的，我跟你爸不就是想早点抱上大孙子吗？谁让你把小畜生当成宝了？他这一张嘴就是来花钱的，畜生过得比人都还滋润。别以为你们回来时我没看到，
你养的那小畜生还坐在副驾驶列，身上还穿着衣服鞋子，听说要大几百呢。我呸！你见过哪家的儿媳妇跟你一样的，这么败家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儿子挣钱不容易吗？见他这样说，我忍不住冷笑。这几年虽然我们没回来过年，但是每个月钱没少打，东西也没少买，就他脚上一双鞋都要4位数了。我松开小侄子，反问他：妈，你觉得你每个月吃的保健品，身上穿的衣服，手上戴的镯子，还有爸现在抽的好烟，喝的好酒都是谁买的？你不会以为都是你那领着死工资的好儿子孝顺的吧？小姑子抱着儿子站到了婆婆身旁，就算是你买的又怎样？孝顺长辈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大哥怎么就娶了你这样的女人？既然你嫁进我们李家，你的钱当然都是我们的。你弄脏了我的衣服，我也不找你多要，赶紧给我转2万块。今天这事就算过去了，给你赔钱。我上下打量着他，李子梅，你这从头到脚都是我买的吧？就连你头上那个迈阿密的发卡都是顺了我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舔着脸再说？我环视了一圈，发现说了这么多，他们并没有一丁点的内疚。也对，谁养的谁心疼嘛。想到这，我笑着转身去了客厅，那里可放着一个巨型鱼缸，听说是公公婆婆在李子明出生前就开始养的黄金锦鲤，可以招财，他们宝贝得很。我从门后拿出了婆婆去菜地的锄头，对着鱼缸用力一敲，整个鱼缸都碎了，金色的锦鲤在地上乱扑通。我又拿锄头给了他一下，抱着他们心爱的锦鲤，我一路走到了厨房。等公婆看清后，他们的眼神都快喷出火了。见他们想进来，我懒得跟他们掰扯，直接甩了一把刀出去，刀尖擦着小姑子的脸过去，她立刻就晕了。在看到我拿砍刀用力地剁开鱼头后，老两口也晕了。老公看着我的动作，声音发抖：老婆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我转过头，脸上见了鱼血，阴森森地笑道：多大点事啊，不就一条鱼，你别急，我马上就好了。这做饭啊，我也是会一点的。水龙头冲洗着鱼身，我熟练地开膛破肚去鳞片，又从下面的柜子拿了个盘子，将片好的鱼片装盘摆造型。我又去洗了个手，确保干净没味后，我才端了出去，将鱼片摆在中央。我温柔地唤醒了公婆和小姑子：你们快尝尝吧。我以前在国外呀，最会做生鱼片了。硕大的黄金锦鲤的鱼头也被血淋淋地放在桌上，血水沿着桌子边沿一滴滴掉落。小姑子抱着侄子坐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婆婆也跟公公并排而坐在椅子上，拿着筷子在哆嗦。我笑眯眯地将盘子往他们面前推了推：吃呀，别说，这养了27年的鱼呀，就是新鲜。你们瞧，出了好多血呢。公公被逼着吃了2片，婆婆吃了1片。在看到我被染成了血红色的卫衣后，他们突然崩溃了。婆婆满脸怨恨地瞪着我：离婚？我要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，到时候我看你这个被我儿子搞过的破鞋还有谁要？二婚女白送给别人都不要。李子明，你这个没出息的孬种，你是死了吗？看你老子娘都被欺负成啥样了，你也不知道打这个贱货，真是个没出息的玩意儿。老公一直低着头默不作声，即便婆婆对他破口大骂，他也没反击半句。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。李子明怕我，刚结婚那会儿，有次他喝醉酒回来，硬要我给他脱袜子、拖鞋、打水洗脚，我嫌臭不肯，他便骂骂咧咧的想过来打我，被我一个过肩摔撞到了墙上。酒醒了一大半后，他更恼羞成怒，他可能是想向我展现大丈夫的气概吧。可惜最后全身骨折，牙齿也掉了2颗，给送进医院休养了。
我妈说了，女人要有自保的手段，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将自己的一切全部托盘而出给男人。所以恋爱开始，我都装得小鸟依人，但实际我从小就学拳击和散打，力气那是因人而异，他弱我弱，他强我更强。我掏出了手机，拍了几张堪称精彩的照片，发给了我爸妈。低头的瞬间，李子明突然朝我撞了过来，他将我狠狠扑倒在地，对着我的脸抽上来，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耳边一阵轰鸣，只听到小姑子叫嚣着说要打死我。我使出全部劲，用力地踹向他的下身，又趁他痛得弓着腰的时候，泄愤般的猛踢他。看到墙上还挂着扁担，我伸手取了下来，直到打到他昏死过去才停手。此时饭厅早已经一片狼藉，我拍了拍手，盯着小姑子丢下一句：“告诉你哥，我答应离婚。”然后摔门而去。得快点走了，这个点赶个晚，还能开车去市区吃大餐，再住个酒店。当夜，我就联系了律师起诉离婚。跟爸妈通完电话后，他们还问我要不要叫我表哥他们再去一趟，给我撑腰。我说不用了，我又无儿无女一身轻的，不过是离婚而已。接着我解绑了给李子明的黑卡，又将他的车贷还款人换成了他自己。老太婆不是说他儿子优秀吗？不是说离开了我一样能找到更好的吗？我等着看呢。谁知道仅仅过了2天，李子梅就打来电话：“王倩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，自己的老公自己伺候，你把我哥惯成那个臭脾气，现在拉屎拉尿都要人伺候着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可照顾不了他，跟个大爷似的。”我嬉笑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他已经是我的前夫哥了，你们爱照顾就照顾，实在不行拉出去烧了得了。”电话那头还能隐约听到他跟李子明还有老太婆的争吵声。李子梅在怪他没给自己钱，阴阳怪气地说现在请个护工贴身照顾都要1-2万。老太婆则用方言在劝兄妹俩，结果不知道说了句什么，李子明突然打了他一巴掌，李子梅的尖叫声都要溢出荧幕了。电话随即被挂断，一家子都是自私的。我摇了摇头，好在现在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，在床上坐了半晌。我从大衣的口袋里拿出红色的塑料袋，这是我走之前从地上扒拉的肉和骨头碎，是饭团的。又打了个电话后，有人敲门将塑料袋拿走了。我在酒店享受了一顿悠闲的广式早点后，前台突然告诉我：“王小姐，下面有个叫李子明的先生要见你，他说他是您的丈夫，请问需要放行吗？”我一头雾水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哪？直到我看备忘录才发现，以前他怕我出事，在我手机上弄了个定位，将软件麻溜地卸载掉，又对着镜子梳好头发后，我吩咐他：“麻烦了，你带人上来吧。”前台小姐姐走后，李子明突然抱着我的双腿跪下，他痛哭流涕道：“老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们不离婚。这大过年哪有离婚的，说出去多难听呀！你不要再跟我闹小脾气了好不好？大不了我再买只狗送给你。”“错，你错哪了？”我反问。男人的认错向来没用，况且他们也不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只是时事不得不让人低头罢了。见我冷着脸，他继续反思道：“我真的错了，老婆，我不该怂恿你带着饭团跟我回家，不该为了强迫你生孩子就故意伤害饭团，我更不该打你巴掌。我有罪，我有罪呀！”房门大开，他跪在我面前，一遍遍的自扇耳光。过道里时不时有人经过，甚至还有一些人开了门缝看热闹。有个路过的大叔好心劝我：“妹妹呀，
这在外头还是要给自己的男人留点面子。俗话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这跪天跪地的，怎么能跪小女子呢？犯什么错打一下骂一下就过去了，你至于让他一个大男人这样丢脸吗？我瞥了他一眼，靠在门上似笑非笑。叔啊，瞧你这说的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就你大度，你有男子气概呗。知道他干嘛了吗？他虐杀小动物呢，还吃他们的血肉，甚至家暴自己的家人。你要觉得没什么，等你女儿遇到了，可别慌。呵呵，大叔听完脸色突变，对着他的膝盖踹了一脚。人渣，真恶心！看着走廊上那些露了门缝的房间，我清了清嗓子，扬声道：“还有谁心疼家暴男的，可以一起站出来？我这开着直播呢，让观众都来认识认识你们呗。怎么不说话了？”我走到隔壁的房间，还没敲门呢，门就立刻关上了。其他房间也是一样，李子明还执拗地跪在原地。我经过他的时候，嗤笑道：“傻眼了吧？你不会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故意跪在人来人往的地方，就能让舆论导向你吧？你说到底不过就是个软饭男，你的房车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李子明，来我这之前，你肯定感觉很屈辱吧？可是为了生活，你又不得不来。嘻嘻，回去吧你，咱们的婚是离定了。”我将离婚协议甩到了他的脸上，然后毫不留情地关上了门，怕他会发疯硬闯。我还特意将椅子抵住门。李子明就这样在门外站了3个小时才离开，期间他还给我发了无数条信息，打了无数次电话，我都一一拉黑了。直到他用李子梅的号码给我发了条信息，要么给我500万，要么你不怕身败名裂的话，那就离婚。紧跟在信息后面的是一段视频，全程无打码且高清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拍下的，我却丝毫没怕，回他笑了。谁能证明那个就是我？我可以说是呀换脸，而且传播淫秽色情的视频是犯法的，你敢发我就敢报警。他最好是真的不要脸，想让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树挂小辣椒。我没退出李子明的家人群，主要是为了看笑话。果然，大年初7那天，突然有人在群里艾特我，是李子梅，她发了个视频。我点进去一看，原来是有人给李子明介绍了相亲对象，公婆好像很满意的样子，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。视频里，李子明跟那个女孩肩并肩的在路上走着，2个人说说笑笑的。没一会儿，婆婆也在群里发了10几条语音，有一半是骂我的，还有一半是炫耀自己儿子根本不愁对象，不像我是个二手货。李子梅说，如果我答应净身出户，想离婚也不是不可以。我笑出了声，没再看手机。我躺在床上开心地吃炸鸡，等过2天车贷扣款时，看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以前为了李子明的体面，爸妈给我买的学区房，我说是他的，包括我还首付给他买了宝马，每个月的扣款也从我这扣。平时他的衣食住行更是全走我的黑卡，每次给他家里人买东西也都是打着他的名头。只因为李子明确实对我很体贴，1日3餐是他做的，家务活是他做的，就连饭团也是他照顾的。所以当我知道他是杀害饭团的帮凶时，真的难受了很久。在他眼里，我应该和饭团一样吧，只要没用就会一脚踹开。果然2天后，他用李子梅的号码给我打电话，电话那头他咬牙切齿：“王倩，你真的要那么狠吗？黑卡停了就算了，为什么贷款突然变成我还了？我哪里有钱？”我乐了：“哟，这不是我前夫哥吗？前2天相亲不是还送了人女方不菲的礼物？现在怎么就没钱了？哦，我忘了，你的工资卡在我手里呢，
密码也被我改了。西西，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就把卡还给你。以前的东西我也不要你还，当做两清。他冷哼：你想甩了我，没那么容易，我不会签的。我没想到你就为了一只狗，居然要跟我闹离婚。我哦了一句：那随便你啊，咱们就好呗。你可别私底下跟人结婚了，小心我去告你重婚罪。这个傻逼打我脸的事，那是一点都不说。好歹夫妻一场，挂电话前，我继续好心提醒他。对了，我送了你们家一份大礼物哦，你让李子梅小心点吧。这说起来其实是个意外之喜，从前我也没跟他家里人相处过，直到今年回去，才发现他的妹妹李子梅是离婚带娃住在家隔壁的，但她不像离婚的，更像是在躲避什么人。于是我就去叫人调查了她的前夫，这才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瓜。原来李子梅在前夫家为非作歹，上与公婆吵架，下与妯娌不和。因为担心妯娌比她先生下儿子，她便故意带人去坡边聊天，然后妯娌狡猾大出血流产了，孩子没保住，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。某天跑出了家门，过马路时给车撞的人当场就没了。前夫的弟弟一下子妻离子散，在知道是李子梅做的手脚后，他放话说杀人要偿命。为了保护唯一的儿子，李子梅躲在娘家好几年了。我不过是非常善良的给他透露了地址而已。半个月后，李子明突然告诉我，他答应签协议了，只是要我回家一趟。结果婆婆一听到我回来，从2楼倒下一大盆泔水，没淋到我，但她站在窗边，很是大嗓门的喊：王倩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娼妇还敢回来，肯定是在外面偷人了，才会跟我家小明闹离婚吧？你个丧良心的贱妇，大过年的闹得我们一家都不安生。我呸！真是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，想必你是家学渊源吧？周围的邻居也都走了出来，朝我议论纷纷。这就是老李家的大儿媳，听说家里特别有钱呢。我瞧着不像是会偷人的呀。嗨，他婶子，有钱才会变坏呢。这背地里啊，说不定玩弄几个男人了。你们说老李家真离婚了，还能娶到条件这么好的儿媳吗？啧啧，我看悬。吃年夜饭那天，我听到他们打起来了，然后他大儿媳鼻青脸肿的跑出来了。我去，那不是家暴吗？李子明人看着挺老实的呀，想不到是那种人呢。邻居们你一句我一句的，都嗑着瓜子在闲聊。婆婆急得脸都气红了，她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却被公公一把拉了回去。奇怪的是，小姑子却意外的没出来，反倒是她的儿子拿着根柳枝从1楼跑了出去，枝条乱挥，抽在了我的身上。他还朝我身上吐口水，对我做鬼脸嘚瑟道：略略略，小贱人，你还敢来我们家，活该你的狗被我烫死。嘻嘻，我告诉你哦，你的那只臭狗是我烧的开水，当时叫得很可怜呢。我笑了一下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是吗？你马上也会变得很可怜呢，小瘪三。他抽我的这点程度，抽得跟挠痒痒似的，根本就不疼。见自己的儿子被打，李子梅终于从屋子里冲了出来，她嘴里骂骂咧咧：啊，你敢伤害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李子明却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使劲推了他一把，母子俩不敢置信地踉跄着倒地。他却深情款款地望着我：倩倩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我帮你好不好？只要你能出气。我一脸的莫名其妙，除了想拿离婚协议，我还能干嘛？直到他眼疾手快，突然将我拉进了屋子里，又把门反锁上。你就等着看好戏吧，倩倩，这都是他活该的。李子明将我拉到旁边的窗户，原来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邻居都跑光了，
只剩下一个男人和李子梅母子俩。那个男人的腰上别着一把水果刀，左手还拿着一个带着液体的玻璃瓶。他身材黝黑矮小，争笑着走近他们。李子梅失声尖叫，小侄子也窝在他怀里瑟瑟发抖。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男人是谁，他的前夫弟弟。李子梅抱着小侄子在外面哭天喊地的求人开门，可李子明只冷脸看着。我看向李子明，皱眉：“那可是你的亲妹妹，这万一要真出了什么事，亲妹妹又怎样？如果不是她怂恿我，你怎么会跟我闹离婚？都怪他们！我们明明过年前还好好的。”他拉住了我的双手：“再等等，很快一切就会和原来一样了。倩倩，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。”争执中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叫声：“啊，我的儿！啊，你还我儿子！”我听到这声音，立刻手忙脚乱地开门，却发现小侄子已经失血过多，倒在了地上。看着一动不动的，我环顾了一圈，原来那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。而李子梅靠在桂花树下，她的脸居然被硫酸腐蚀了一小块，也许是疼得厉害，她开始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指甲在地面抓出了一道道血痕。李子明跟着我一起走了出来，他淡定地打了120，眼中没有丝毫的害怕。他跟我说：“穷乡僻壤的小地方，监控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算上面来人查也没办法。而且李子梅只能自认倒霉了，除非他肯承认伤害妯娌的事，因为就是他故意把人放出去的。原因是妯娌每天在家嚎叫，吵死人了。”救护车来到后，他们先对着小侄子展开检查，然后遗憾地朝我们摇了摇头。李子梅绝望地大哭，然后被护士们推上了担架，前往医院治疗。我没错过李子梅关门前望向李子明的那个眼神，像毒蛇般令人寒战。李子明没说话，等人都走了以后，他从屋里头抱出了一只小狗仔，是田园犬，看着像刚断奶的样子。他递给我：“你看看，喜不喜欢？我选了好久，就这只和饭团小时候一模一样。”我没有伸手去接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你完了，他恨上你了。”他像是没听到似的，继续向我保证：“倩倩，他不会从医院出来的，也不会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我发誓。”小狗仔嗷呜嗷呜的，可爱的迷人。我终于忍不住摸了上去：“你还是把它送人吧，饭团就是饭团，即便像也不是他。”李子明，我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们回不去了。从杀狗到吃狗，再从家暴我到用视频威胁我，桩桩件件都表明了他其实是个很可怕的人，只是以前会伪装而已。李子明还是不肯签离婚协议，甚至他拉着公婆一起跪在了我面前，祈求我的原谅。倩倩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对你动手。你要是不喜欢回来这，我们就不回了。你看，这是饭团的牌位，我已经叫我爸妈给他在后山立了个碑。婆婆磕的头都肿了，妈也跟你保证，往后再也不吃狗肉了，我就吃素。倩倩呐，你千万不要离婚。妈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是咱们老李家的好儿媳呀，都怪妈这个臭嘴，喜欢乱说话。公公直接一巴掌抽向婆婆的嘴，我帮你抽她，要不是你这个嘴碎的婆娘，咱们家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倩倩呐，以后这个家你才是一家之主。看着他们七嘴八舌的话，我不禁感到好笑。要是一开始就这么说的话，我早就感动得稀里哗啦了。可惜太迟了，我打了个电话，10分钟后，面包车拉来了20几个保镖。这是我一开始就联系好的，毕竟不可能真独身来到他家，谁知道我会出什么事？保镖就是我最大的安全感来源。李子明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名了，
还按下了红指印。我将他的工资卡放在桌上，多给你补偿了30万，就当是我买你曾经陪伴我的那些时间了。再次听到李子明的消息，还是我妈告诉我的。那天我刚下飞机，我妈来接我，她十分八卦地跟我说李子明死了，而且还上新闻了。我眼睛一亮，什么情况？你详细展开说说呗。原来是李子梅趁医护人员不注意时，偷偷溜出了医院。而李子明的工作是我安排的，所以年后他就被人事通知了离职。这下他干脆就待在了家里，整天闭门不出。直到过了一段时间，李子明突然搭上了镇上的一个寡妇，听说他手头上有一大笔钱，李子明便天天跟他同进同出。直到有天晚上，他们两个刚从西餐厅出来，路边有个卖花的，他正在挑选花，李子梅突然就冲了上去，他对着李子明的肚子疯狂地刺了一刀又一刀，寡妇都吓坏了，他扭头就跑了。李子梅神情疯癫，眼中满是红血丝，他蹲下看着濒死的李子明，如果不是你故意锁门，我的耀祖根本就不会死，哈哈哈哈，我终于杀了你了，你活该。警察很快就赶到了，他们将李子梅送去了精神病院，而李子明因为失血过多，抢救无效。我听到最后，撅起嘴巴，妈，那两个老东西呢？我妈嗔怪地瞧了我一眼，说她怎么会知道？这电视上又没说。思来想去，我将行李箱丢给他，又坐上了去往李子明老家的飞机。有些人还是得亲眼看到结局才行。路还是那条路，只是房子却不再是那个房子。李家的3层自建房像是被火烧过一样，半面墙都黢黑的。我站在紧锁的门前，路过的一个婶子有些疑惑地问我：“哎，你是老李家那儿媳吧？”转过身，我尴尬地笑道：“是前儿媳。”她自来熟地跟我唠嗑：“嗨，反正都是你妈，你是不是来看你的公公婆婆的？我跟你说呀，妹子，你这公公呀已经去世了，听说是家里煤气泄漏，没有及时发现，幸好啊，你那婆婆吸入的不多，这不就只救回来一个。”婶子将门锁拧开，带我上了2楼。那老太婆正坐着轮椅在客厅看电视，只是神情愣愣的。她的脚边躺着一只黄色的小狗。我试探地喊了一声“饭团”，它也汪汪2声，摇着小尾巴欢快地向我跑来。可老太婆还是没什么反应。婶子说她现在经常这样，可能是老年痴呆，村里的人现在会轮流来照看她。临走前，我给婶子塞了200块，跟她说要是有什么急事就跟我说，好歹曾经是一家人，我也不会置之不理的。婶子直夸我是个孝顺的，我笑了笑，重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。飞机上，我彻底将李家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了个干净。窗外白云悠悠，我知道新生活要开始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小姑子一家3口每年都蹭我车回家过年，今年我让他了一次邮费，他反手就把我挂在网上，求助贴，嫂子非要我邮费怎么办？家人们，坐亲哥的车需要给钱吗？评论区有人骂他白嫖怪，他反手举报我的车是脏车，差点搞黄了我的工作。婆家说我斤斤计较，要我给小姑子道歉，我炸了，直接掀了年夜饭桌，真当我是好欺负的老实人了。小年刚过，小姑子就发来蹭车邀请，嫂子，今年我们还是坐你们的车，啥时候出发？我哥说28号出发，我想问问你的意见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心里一阵烦躁，一想到今年还要给他们蹭车，我真恨不得这车坏掉算了。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：“你们买高铁票不是更快吗？才2小时而已。”小姑子看出来我不乐意了，
赶紧找补，过年的高铁票太难买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嫂子。我心里一阵呵呵，小姑子没结婚之前，我们带她一个没什么要紧。她结婚之后，一家三口还要带好几个大行李箱，挤得我自己的行李都没地方。天生她老公一点人情世故也不懂，上车就刷手机，下车就尿尿，把我们当免费司机就算了，还一路哔哔瞎指挥。他那个3岁的儿子也闹腾得很，前排椅背上全是他的脏鞋印，中途休息还舔着脸要我给孩子买吃买喝，一路上的油费、过路费全都当看不见。我也不是反对他们蹭车，1次2次就算了，年年如此，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老公下班之后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老婆，你和思甜吵架了？”我瞪了他一眼，心里更不舒服了。虽然公婆不跟我们住，但是有个爱告状的小姑子，也很憋屈。这兄妹俩明明各自有家，但是还分不清主次。我抱着胳膊坐在沙发上，年年跟你回家过年，你妹妹一家就要蹭车，他们就不能自己买高铁票吗？老公挠了挠头皮，嬉皮笑脸地凑过来：“老婆，这不是年底的车票不好买吗？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顺带的事儿。”这时候，工作群里同事们都在发抢票助力的链接，家人们帮忙点点，孩子能不能回家就看你们了，还差2个人，谢谢家人。我点开一个和我们目的地差不多的同事的头像，私聊他：“大牛，回老家的票买到了吗？”大牛很快回复：“买到了，丽丽姐，今年的票很好买，老家那边多开了2条线泥，真羡慕丽丽姐，可以开车回去。”我点开12306购票软件，开始搜回婆家的车票，一共7趟高铁，其中3趟都还有票。我赶紧截图给小姑子，叫他们快点去买，这几趟车都还有票，你们现在就可以买。3张票加起来还没路上的油费多呢，又安全。上次开车回家，他儿子不小心磕在了车门上，脑袋肿起来一个大包，把我吓坏了。真要出什么事，我这车卖了都不够赔的。我一直建议他带着孩子坐高铁，方便又安全，但他每次都当耳旁风。想了想，我又转发了一则有关儿童坐车安全意识的帖子，贴主强调儿童坐车必须配备安全座椅。我好心提醒小妹，我车上没有安全座椅，大人坐车没什么，孩子真的很危险。小姑子没回复，也不知道她看到没有。紧接着，我收到了一笔500块的转账，备注邮费。我回她，小姑子依旧没回复，但是她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张我和她的聊天截图，坐自己亲哥的车还要出邮费，真是长见识了。嫂子也别计较了，邮费我出了，一家人都算计得这么清楚，呵呵。那个呵呵刺痛了我的眼睛，我刚要打字，老公洗完澡出来了，他一把搂住我，在我腰上乱摸，亲亲老婆，在看什么呢？我气得推开他，让他看看他的好妹妹说的话，你看看你妹都说了什么？什么叫我算计？我也是好心，万一出事，你们全家都要撕了我。再说了，咱俩结婚5年，他们回回都蹭车，还一毛不拔，凭什么？我越想越气，站起来掰起指头要跟他算账，结果老公只是皱了皱眉头，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：“你为什么就不能大度点？整天斤斤计较这些干什么？咱家缺这几百块的油钱吗？你这么搞，我们回去怎么跟我爸妈说？”看着他咄咄逼人的脸，我愣住了。合着在他们全家人眼里，我就是个小肚鸡肠的泼妇。他妹妹一家子占我的便宜还不够，我还得对他卑躬屈膝，点头哈腰，随叫随到。
我提醒他，这车是我的陪嫁，不是你们家的公车。一听这话，他立马就炸毛了，手上的毛巾狠狠朝我砸过来，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狰狞。我偏头躲过，他直接欺身向前，抓着我的胳膊，冷声道：“一辆破车你还要说多久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”我只是想提醒他，这车是属于我们小家庭的，我有权决定给谁用。但他又破防了，觉得我看不起他，碰上这么个幼稚又矫情的老公，我心好累。当初和他谈恋爱，图的就是他的上进心，就没关注他的原生家庭。爸妈也给了我足够的底气，可以不用小心翼翼地当媳妇。结果结婚之后，他的本性一步步暴露，他的多疑和敏感也一次次让我百口莫辩。看他暴怒的样子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对我家暴。我吓坏了，赶紧摇头：“没有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”这时候，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，他放开我，接起了电话：“喂，妈，我们28号开车回去，没有的事。”开玩笑的，怎么会要私填出游费呢？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挂掉电话，他冷冷地看着我：“李小丽，安生跟我回去过年，别惹事。”第二天我去上班，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：“小丽呀，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呢？”我有些蒙圈，我就是个底层小员工，能见什么人？不过我还是老实说，就见了几个客户，聊了一下下个季度的合作问题。领导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委婉提醒我：“那个，他们有没有送过你什么东西？”我回过味来，我们这一行最怕和客户有不正当关系，收受贿赂一旦抓到就是个死。我立马站起来，立正清白：“领导，我和客户见面都是有监控的，绝对经得起查。”领导看我语气激动，赶紧让我坐下。我这才知道，有人匿名举报我收受贿赂，甚至前段时间的升职也有黑幕。举报人对我的经济状况十分清楚，尤其点名我那辆价值40万的奔驰，他一个底层公务员，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车？我这里有他收受贿赂的证据，希望领导严查这样的害群之马。证据就是一段模糊的酒店偷拍视频里，我在房门口拿了一个外卖，包装袋是某奢侈品，举报人对这个包装袋给了特写。我对着视频看了2、3遍，最后才想起来是怎么回事。前段时间我出差，正好去的是我姑姑所在的城市，她着急赶飞机出国，就叫了个跑腿给我送了个礼物。这条围巾现在还在我的衣柜里挂着，这怎么就被人举报了呢？虽然我有证据，但是鉴于这件事情影响不好，领导还是决定先给我放一段时间的假，正好把之前的年假休了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别想多，安心休假，正好可以备孕。领导看我闷闷不乐，忍不住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的好听是休假，实际上就是变相停职。如果这期间我再怀孕，那真就不用来了。工作这么久，职场的一些弯弯绕我还是清楚的。我心灰意冷，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工作，偏生这时候小姑子还不消停，在家族群里使劲蹦跶。她转发了一个大学生过年坐舅舅的车回家，却被舅妈要求出邮费的视频，底下评论区被白嫖党占领，纷纷声援大学生。我坐舅舅车也是给好几百，多了他就不给了。谢谢舅舅给我留10块，让我正月里去剪头发。记得告诉你妈妈这件事，代入感很强，已经要被我姐骂死了。但偶尔也有1、2个评论，阴阳博主是白嫖怪，结合他前面发给我的500块，很难说不是在针对我这个舅妈。家族群里，婆婆率先开喷，什么意思？
坐舅舅的车还要给钱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大姨也来凑热闹，坐个车而已，还这么计较？咋了？不带他这车就不吃油了？小姑子在群里装白莲花，估计是坐的次数多了吧？舅妈不高兴了，婆婆立马反驳：就算是天天坐，舅妈也不能说什么。孩子白叫你舅妈了，字字句句不提我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说的就是我。我心里烦得要死，直接敲字，因为喊一声舅妈，就不算白嫖了吗？白嫖还理直气壮，这是什么样的家教？当爸妈的不会人情世故，孩子也会有样学样。这个视频我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但是看这个发帖人反应，大约能猜出来之前应该是从未给过钱。一般这种情况，其实论的是上一辈的交情，和孩子无关。想必贴主的妈妈和他舅舅舅妈的关系不怎么样，要不然舅妈何苦为难外甥？带入舅妈的视角，我也觉得天塌了。老的小的都觉得我就该当免费的司机，要钱就是玩不起。小的不开心，老的也不懂事，还觉得理所应当。这所谓的亲情，经得起几次消耗？看我这么硬刚，小姑子阴阳怪气。哟，有车了不起呀，还扯上家教了，不就是脏车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眼尖地发现了脏车这2个字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抓住他的话头就开始质问：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脏车？我的车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小姑子被我一激，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直接开麦：你爸妈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，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上面还有个哥哥，怎么会给你买车？你这车一看就是别人送的，给人家开了不少后门吧？看见他这么理直气壮地承认了，我气得胸口疼。为了考公务员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个月，连门都没出过。一次上岸之后，我兢兢业业，小心谨慎，唯恐出纰漏。为了核对账目，我几乎住在单位里。同一批招进来的新人，就我加班最多，就我没背景。半年过后，我的成绩有目共睹，升职毫无悬念。我的所有来往账目和个人交际都经得起查，现在只是不想被他白嫖了，他就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他这么一举报，我的履历就有了污点，以后升职肯定轮不上我。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口不择言。我爸妈给我买车，那是他们爱我。你没爸妈爱，你找你爸妈去呀。今年我特么就算是把车砸了，我也不带你们一家子。滚吧，白嫖怪！回家之后，我气得睡不着觉，想把车开回娘家，直接买高铁票回婆家算了。结果一到车库，发现空空如也。老公那边支支吾吾，只说一个好哥们要去相亲，借我们的车去充充面子。我那哥们技术好得很，不会出事的，就开出去接妹子吃个饭，很快就还回来了。我一阵心梗，这是第几次了？5年前我和老公结婚，爸妈陪嫁了一辆价值40万的奔驰，从此这辆车仿佛就成了公用的。小姑子一家有个头疼脑热，就跑过来借车。过年回婆家，任何亲戚都可以指挥我老公当司机，亲朋好友婚丧嫁娶等大事也来找我们借车，借就借吧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但是好好的车子借出去，脏兮兮的还回来，违章的罚单、ETC 费用还有油钱，统统要我们自掏腰包。甚至有几次他们还吐车上了，我忍着恶心掏钱去洗车，洗到一半，小哥从车后座里面搜出了几个用过的套套。我打开行车记录仪，差点没给我看吐了。在我精心挑选的车店上，老公的表哥和一个陌生女人搞在一起，我当时就炸了，在家族群里把他表哥骂了一顿。
老公大姨还怪我斤斤计较，说什么小夫妻浪漫一下，我少见多怪。我呵呵一笑，直接把视频截图扔群里。大姨，看清楚再说话，这里面可没表嫂，你们乱搞，不知道出去开房吗？在我车上，恶不恶心啊？最后，表哥和表嫂因为这事闹离婚，老公还埋怨我，你看看你，一点小事就闹，这下表哥的家要散了，你满意了？那个年过得鸡飞狗跳，亲戚们看足了笑话。更让我无语的是，他俩最后没离，表嫂还在群里对我阴阳怪气，有些人有点钱就看不起人，缺德事做多了，生不出孩子就是报应。我气得刚要和他互怼，老公就赶在前头替我冲锋陷阵。我家的车以后不外借，大家都自觉点。每次你们借车满油出去，空油回来，我们也不当那冤大头。有一次他表哥借车出去疯，还回来时只给我留了一格油，我又着急出去，就没注意油箱，开到半路没油了，被晾在大马路上几小时。车子横在路上，造成了交通拥堵不说，还耽误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合同。等我赶回单位，被领导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从那之后，我严令禁止老公背着我把车借出去，甚至不惜拿离婚当威胁。但人家全当耳旁风，背着我偷偷借出去。这次小姑子又要蹭车，新仇旧恨。我坚决反对，结果被他差点搞丢了工作。不仅如此，他似乎还想搞臭我的名声，彻底让我滚出公务员行列。我在家族群里开麦之后，小姑子老实了一阵子，我直接买了2张高铁票，表示我们这次不开车，大家都坐高铁回去。婆婆给我打电话，话里话外就是催生。结婚5年来，我忙于工作，确实没有精力去生孩子。我们和老公婚前商量好了，等我工作稳定了再谈要孩子的事儿。职场上女性本就艰难，生育是逃不脱的一道难关。很多有能力的女性进入职场，本来可以往上爬，进入领导层，甚至更高的决策层，但是因为要生育，被迫让出晋升机会。我不想这样，我想站在高处，才对得起我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。小姑子这么一闹，仿佛我之前的努力都是笑话。婆婆说得很直接，你们都结婚5年了，再不生，我儿子的脸往哪儿放？村子里的人都喊他骡子，你们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我很难不去怀疑，他们母女是不是商量好的？一个搞黄我的工作，一个顺势来催生，一来二去的，我就安心在家备孕生娃，彻底远离职场了。就连领导也试探着问我是不是准备要孩子，我崩溃了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下降头了。当初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？要结这个婚，我气得大骂婆婆，催生就靠嘴呀！你这么会催，怎么不去生殖科坐诊？光靠嘴就能生一窝？婆婆还是第一次被我这么对，当即就哭了，立刻给她儿子打电话，说我欺负他，骂他老不死，还说我瞧不起他们家，说他们家穷，配不上我。我听着他颠倒黑白，心里一阵畅快。你没想到吧？你儿子刚才就站在我边上，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呐！老公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敷衍了他妈几句就挂了电话。想必被亲妈骂骡子，他也不好受。但是他这人要面子，死活不去医院做检查，坚持认为是我生不出。我也乐得装傻，反正我也不想生孩子。28号这天，我拎着行李箱准备出门，老公却站在原地不动。我催他赶紧走啊，高铁要排队检票呢。他这才告诉我，身份证丢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，反正找不到了。咱们还是开车回去吧。我放下行李箱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他心虚地瞥过眼，
不敢和我对视，同床共枕5年多，我怎么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呢？但是高铁还有1小时就开，从我家打车过去差不多30分钟，现在去补办临时身份证肯定来不及，这还没算一路上堵车和排队的时间。我冷声道：“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就非要开这个车回去吗？”他破罐子破摔地坐下来，扬了扬手里的车钥匙：“有车凭什么不开？村子里多少人羡慕我有奔驰。过年我开车出去走亲戚也方便。”我刚要发火，这时候手机铃声响了，小姑子一家子已经在楼下等着我们了，催我们赶紧下去出发。我看着无赖一样的老公，心里对这家人失望透顶。老公拉着行李箱，把我往外推：“赶紧走吧，待会儿路上该堵车了。”上车之后，小姑子先给我道歉，又主动补了500油费。看我脸色不好，她又给我买了1瓶红牛。嫂子，实在是没买到票，不好意思。她老公冷哼一声，一屁股坐下就开始刷抖音。我这才知道，他和我大吵一架之后，发现票已经卖光了，找了好几个黄牛都没抢到。他又去问顺风车，人家一听他们一家3口还要带一堆行李，直接给了个包车价。他又心疼车费，故而舔着脸回来找我。我被这兄妹俩的操作气得胸口疼，只求路上别再出什么幺蛾子，下次再这样，我直接把车卖了算了，谁都别惦记。车很快上了高速，小姑子的儿子开始在后座哼哼：“妈妈，我要尿尿，我要尿尿。”小姑子窸窸窣窣翻出来一个折叠小马桶：“来，儿子，尿这里。”紧接着就是一阵尿尿的声音。我坐在副驾驶上补觉，突然被一股尿骚味熏醒。哦，我熏得头晕眼花，胃里早上刚吃的2个包子全都吐了出来。汽车以时速115千米每小时奔驰在高速上，周围的景色飞速倒退，酸腐味和尿骚味混合在一起，刺激着车上每一个人的嗅觉。所有人脸色都不好看，我更是白着脸，掏出空气清新剂死命地喷。小姑子的儿子被熏得受不了，哭闹着要开窗，还伸手去扒拉车门。好臭！我要开车门，我要开门。小姑子的老公肥胖的身躯占据着后座2/3的位置，旁若无人地刷着抖音，一声声刺耳的尖叫和怪笑，吵得我头痛欲裂。我刚要提醒他手机声音小点，或者戴个耳机，突然一阵屎味从后座传来。啊，小宝，你怎么拉了？老公，快拿尿不湿啊，纸巾找给我。后排那一家3口手忙脚乱，我默默掏出一个口罩戴上，开始疯狂刷手机转移注意力。小姑子处理完孩子的屎尿问题，似乎才觉得不好意思，讪讪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孩子早上出门吃的有点多。”说完怕我生气，又一巴掌拍在孩子的屁股上，一脸嫌弃的大声呵斥：“开什么窗？这是你家的车吗？就开窗！上车前要你尿你不尿，上车就屎尿不停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小孩子被打得哇哇大哭，小姑子又哄又骂。我拧着眉转过头：“别打了，待会儿去服务区休息一下就行了。”让人窒息的臭味在空调暖风的加持下，均匀地散布在车子的每个角落。后座上小孩子的尖叫声混合着手机抖音公放的爆笑声，无差别攻击我的耳膜。我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这会儿更是头疼不已。老公也受不了了，看了一下导航，还有10分钟到第一个服务区。结果在距离服务区大约100米的位置发生了重大车祸，服务区暂时关闭，不给进入。下一个服务区在半小时之后。我崩溃了，直接要他下高速去走国道，
茅厕一样的车里，我1分钟都待不下去了。下了高速，我第一时间开门出去吐了个昏天黑地。小姑子一家收拾完尿桶，又去超市泡了几碗泡面。嫂子，你吃泡面吗？我看着那泛着油花的泡面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扭头又吐了10分钟。小姑子端着面碗，脸色满是揶揄：“哎呦，嫂子，你该不会是有了吧？”我没力气敷衍她，摆着手让她离我远点。等我吐好了，他们一家3口齐齐整整已经上了车。老公递给我一杯豆浆，先喝点热的，暖暖胃。我看也没看，就一口下了肚，结果差点烫穿喉咙。滚烫的热豆浆一路通过脆弱的食管抵达胃部，我的整个消化道紧紧拧在一起。一路上的折腾和满腹的委屈在此刻达到巅峰。我气得砸了手上剩下的半杯豆浆，哑着喉咙嘶吼：“你不知道试一下温度吗？这可是开水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老公也被我惹毛了，直接指着我：“李小丽，你闹够了没？早上我妹一家上车你就甩脸子，你就这么看不起他们？不就是坐你的车吗？你至于吗？再说了，这车又不是你开。”我这个司机都没说什么，他像是找到了发泄口，积压许久的怒火劈头盖脸地朝我砸了过来。说完这些还不解恨，他把车钥匙掏出来扔到我身上：“有本事你特么自己去开，老子包车走。老林家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儿媳妇，自私自利。”车钥匙落在地上，周围的人群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。也许是看我脸色实在是白得不像话，有个大嫂帮我捡起了车钥匙，又给我倒了一杯温水。“大妹子，吵架了，过年都是这样的，先到家再说，路上可不能吵了呀。”我站在过道上，呆呆地看着老公离去的背影。此刻，我突然想起我看到的一则新闻，因为在高速上吵架，男的直接把老婆和孩子扔在服务区，自己开车走了，不管妻子和孩子怎么回去，甚至还拿走了他的手机。这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这就是单纯的报复和折磨。他现在也是这样，不想着怎么去解决他们一家子的吵闹，而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逼我低头认错，甚至于他觉得我的难受都是装的，为的就是发泄他妹妹一家蹭车的不满。我慢慢蹲在地上，紧紧抱着自己的膝盖，肚子里的疼痛丝毫没有缓解，肚皮一阵一阵的痉挛。他站在门口，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，时不时暴躁地踢着脚下的石子儿。这时候，小姑子出来了，她先是催我们上车，看我们俩都没动静，又过来劝我：“嫂子，怎么了？和我哥吵架了，他就是这脾气。”我去说他，司机必须要保持情绪稳定，你别在这时候气他。我没说话，紧紧攥着车钥匙站在原地。为什么我开不了车？因为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开车违规，驾照的分都被扣光了，还倒欠车管所6分。最后几人一合计，拿我的驾照去扣的分。为了这事儿，我和他大吵了一架，我的分扣光了。你想过我怎么办吗？你怎么不拿你自己的驾照去？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学习能力强，你再考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我的驾照，我上班需要开车，你又不需要。”诸如此类，只要和车扯上关系的事儿，他总能和稀泥。如果借车的人是他家亲戚，那就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，我回过味来，不仅仅是车的问题，就因为我们在省城，他老家的亲戚就把我们家当招待处，任何人只要打声招呼，就可以来我家住宿。好几次我下班回家，一打开家门，几个陌生的男女躺在沙发上，不用猜了，这又是他的哪个远房亲戚。我们还得好吃好喝招待，还要车接车送，要不然就是看不起他们这群穷亲戚。
我稍微提一点自己的要求，比如提前跟我说一声，就被说矫情、强势。老公平时经常把老林家挂在嘴边，似乎我只是他买来的物件，老林家的媳妇就应该如何如何，老林家的媳妇就该相夫教子。我们老林家从没见过你这样的，我好像被贴上了一个叫老林家媳妇的标签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会被这个标签规训。好人是他做，骂名我来担。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，老公很快就回来了，低着头给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太冲动了，以后我注意。我也不知道那杯豆浆刚刚烧开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好了，上车吧。”小姑子带着孩子来喊我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妥协了。主要是我肚子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早点到家，我想去医院做个检查看看。刚上车，小姑子就递过来一把糖果：“嫂子，专门给你买的，好吃得很。”看我不接，她又递给老公：“哥，你吃一个，很好吃的。”车子刚开不到20分钟，婆婆就打了3通电话：“到哪了？怎么还没到？路上开车小心点，路过镇上把你表叔捎回来。我们说好了的，在某某超市门口等你们。”电话里，婆婆语气颇为骄傲，仿佛儿子能开车带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。老公委婉提醒他妈：“妈，车里坐不下了，您下次能不能别给我揽活儿啊？”婆婆不满道：“怎么坐不下？小孩子抱起来不就行了吗？这个是你表叔，小时候还给你买过棒棒糖呢，你就这么没良心？”老公不说话，婆婆唠叨2句就挂了。车里一阵沉默。每年都这样，从进入老家集镇范围开始，就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来蹭车，美其名曰带一脚。有时候是一家4、5口挤在后座，后备箱里还要装他们买的年货，不就是几公里吗？挤一挤就行了，帮帮忙喽。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咧，买了车就是硬气，长辈都看不起，一想到要给一个满身烟味的老人让座，小姑子也不乐意。妈也真是的，什么话都乱说，车这么小，怎么坐得下？兄妹俩拌了几句嘴，老公一个分神，和路边一辆斜冲出来的3轮车发生了剐蹭，安全带紧紧勒住我的肚子，我脸色一白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3轮车车主不接受私了，非要报警。警察一来，先是例行检查问话，然后又开始测酒驾，开车还喝酒。下车，驾驶证、身份证都拿出来。我一脸蒙圈，怎么就喝酒了？老公更是莫名其妙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没喝酒啊，我早上就吃了点粥。”警察不管这些，直接开了罚单，记12分。小姑子这时候惊呼一声：“哎呀，该不会是那几颗酒心糖吧？我查过的，明明不会超标的呀。”那是一种巧克力中间加酒精的糖果，很受欢迎。但是司机不能吃，容易被判定为酒驾。老公怒骂一声，气得要打他。小姑子的老公拦住了他，满脸陪笑：“对不起，姐夫，思甜也是好心，他真不知道这个。你们看，这会儿姐夫也开不了车了。要不……”小姑子站了出来：“佳明有驾照，他来开。”老公看向我，犹豫着开口：“老婆，咱们现在也走不了了，要不就把车给佳明开回去，咱在这里等，处理完了再走。”我刚要说话，肚子一阵剧痛，心里没来由的一慌。我紧紧抓住老公的手，赶紧打120。我肚子好痛，不到半小时，120来拉走了我，110拉走了我老公。小姑子一家3口开着我的车先回了老家。好在有惊无险，医生说我是肠胃炎，注意情绪不要波动，心里小小松了一口气。幸好不是怀孕，
老公那边也很快放了出来，他找了个顺风车，我则是改买机票。他先我1天到家，还问我什么时候出院。我刚要说已经下飞机了，却耳间听到一个年轻的女声：“忆苦哥，快来包饺子了。”话在舌尖一转，我又改了话头，还没出院呢。医生说要休息2天再走，估计除夕那天能到吧？你来接我。老公那边松了一口气，表示风雨无阻，一定来接我。婆婆在边上喊着，给我房间被褥都收拾好了，我回来吃吃喝喝就行。挂完电话，我改了行程，直接打车去了镇上的酒店。司机看我没带行李，笑着问我是不是来这里走亲戚。我冷着一张脸，不，回去抓奸。司机干笑2声，再不说话。路上，我翻到小姑子晒出的朋友圈，上一条是她站在我的车前面自拍，露出高 P 的脸和车标，然后配文：努力就会拥有奇迹。底下一众让人牙酸的评论：富婆，范范，哇塞，老同学，你在哪发财呀？奔驰都开上了，带我一个，我也想开奔驰。小姑子统一回复：谢谢大家，大家一起努力。我轻嗤一声，这样的朋友圈，我1年要刷到好多条。每次借车出去，这帮人总会默认车就是自己的。朋友圈、抖音，还有微信头像，我的车都曾光荣出镜。我刚准备关掉朋友圈，小姑子下一条新朋友圈就跳了出来。照片里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包饺子，老公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紧紧贴着。下面老公表嫂评论：哟，这不是慧娟吗？今年来这么早。小姑子立马回复：母老虎不在家，哈哈哈。我也评论了一句：这谁呀？下一秒，这条朋友圈变成了私密，我刷新了几次都没刷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截图了，直接往家族群里丢，并且艾特全成员。请问这个慧娟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？群里一阵诡异的沉默。小姑子跳出来解释：哎呀，嫂子你误会了，慧娟姐是我哥的同学，年前来家里看望我爸。不一会儿，表嫂也跳了出来，就是都是同学而已，弟妹不会吃醋吧？老公也不装死了，直接给我打电话：老婆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这就是我一个老同学来看我爸的。你知道我爸年轻时候是教导主任。我平静地回复：那你妹删朋友圈干什么？心虚。老公支支吾吾一阵，把小姑子骂了一顿。她就是这样的性子，不是怕你生气吗？哦，对了，小妹他们准备买车了。我心里一阵疑惑，小姑子是个什么都喜欢往朋友圈晒的人，买车这么大的事，她居然都没露出一点口风。挂了电话，我又想开了，正好返程可以不用带他们了。一路上，司机安静地开车，时不时偷偷看我一眼。我觉得好笑，故意问他：师傅，你说这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家里一个，外面一个？司机尴尬地笑了2声：哪有，没有的事儿。我看司机是本地口音，问他打听：师傅，你是本地人吗？你知道林家栋林老师吗？公公年轻时候是村小学的教导主任，后来又调去了镇上的小学当副校长。如果司机是本地人，应该知道他。果然，师傅一听公公的名字，马上应和：认识认识，林校长吗？他还教过我小儿子呢，他儿子可厉害了，听说在外面当大官，还买了奔驰。司机不无羡慕的感慨：有钱得嘞，40多万，比一套房子都贵。我有些诧异，我的陪嫁车什么时候成了林忆苦买的了？司机问我和林校长是什么关系，我赶紧攀交情：我和他儿媳妇是姐妹，关系很好的。司机停顿了一下，
他儿子结婚办酒我还去过呢，咋没见过你？我心里一咯噔，什么办酒？我和林忆苦结婚只领了个证，没办婚礼。当初我们一穷二白，要攒钱买房子，一致决定先不办婚礼。他在老家和谁办的酒？我紧紧咬住牙关，死死掐住自己的胳膊，和司机继续聊家常。当天都化妆，认不出来也正常。他们家可真有钱，还买得起奔驰。到了目的地，司机一溜烟跑了。我先去镇上酒店开了一间房，然后给林忆苦打电话：“喂，老公，我到了，过来接我吧。”年夜饭上，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我脸上笑意盎然，装作不知情一样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老公给我盛了一碗汤：“老婆，妈给你炖的鸡汤，你多喝点。”我斜了他一眼：“滚烫的。”老公赶紧摇头：“我试了，温热的，你快喝吧。”我没动那碗汤，公婆脸色冷了下来，尤其是公公，他一拍桌子：“老林家没见过你这么傲气的儿媳妇，你给我！”话没说完，婆婆赶紧使了个眼色：“老头子喝多了，乱说话，大家快吃。”其余众人回过神来，开始嘻嘻哈哈吃饭聊天。窗外有人放烟花，火花撩过长长的导火索，咻一声，焰火升空，然后砰的一声，在高空炸开。我站起身来，端起那碗汤兜头，泼在了老公的头顶。在众人吃惊的眼神中，一把掀了年夜饭桌，话不讲清楚，吃什么吃？饿死鬼投胎吗？张口闭口老林家，你们老林家有金矿吗？桌子上的汤汤水水洒了一地，各种餐具乱七八糟的碎在地上，公婆身上沾满了菜叶子，小姑子崭新的羽绒服上挂着油腻腻的鸡肉，最惨的是我老公，他整个人被饭菜糊了一身。所有人尖叫着跳着脚离开了饭桌，老公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脸上的怒意翻腾：“李小丽，你失心疯了不成？”小姑子更是一边死命擦着羽绒服，一边跳脚大骂：“李小丽，你这个泼妇，活该我哥不要你！慧娟姐比你好100倍！”公婆两个人摇摇欲坠，被眼前的场景气得呼吸不畅。公公拍着桌子，不住地说着家门不幸；婆婆则是捂着胸口，说自己不如死了算了。年夜饭都不得安生。看着这一家子魑魅魍魉，我举起手机，公放了一段音频。音频里刚一放出来，小姑子脸色就白了：“慧娟姐，放心吧，我哥根本生不出。我妈说了，只要你答应做试管，就休了那个泼妇。我哥还说了，那辆奔驰给你家当彩礼。”话音刚落，小姑子扑过来要抢手机，我往旁边一让，他脚底一滑，摔在了桌下的汤汤水水里。我看着眼神闪躲的老公，冷笑道：“怎么开着我的车，不知道把行车记录仪关掉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我的陪嫁车变成你的私人物品了？拿我的车当彩礼，想得美！”表哥率先反应过来，一脸疑惑地看着老公：“表弟，你不是说这车是你买的吗？怎么成了弟妹的陪嫁车了？”剩余的亲戚们也看了过来，公婆和老公脸色难看至极，没想到会在合家欢的年夜饭上被人揭穿老底。我冷笑一声，调出购车合同，这车是我爸妈买给我的陪嫁车，是我的个人财产。他姓李，不姓林。还有，慧娟是谁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林忆苦犯了重婚罪啊！这饭肯定是没法吃了。一家子哭的哭，骂的骂，比春晚都热闹。我揪着林忆苦说清楚慧娟的事，不然我就去报警。公婆怕他们的亲亲儿子蹲局子，哭着给我道歉，就连一直和我不对付的小姑子，也一个字都不敢吭。我本来打算把车拿回来，再和林忆苦离婚就算了，但是架不住有人犯蠢，
表嫂一看我盛气凌人的样子，跳出来劝和：弟妹，慧娟只是他的前任，俩人谈过一阵，不算什么吧。我点头如捣蒜。比起你老公在我的车里叫鸡，那确实不算什么。表嫂脸色瞬间难看到了极点。大姨又站出来和稀泥，那都是老黄历了，办了酒法律也不承认的。我笑了笑，告诉大姨一个好消息。大姨，知道表嫂为什么会原谅表哥吗？因为我看了一眼脸色惨白的表嫂，慢悠悠说出了一个惊天秘闻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经常会接触一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。有一天，我去医院送合同，瞥见表嫂鬼鬼祟祟地领着他的小儿子去医院做亲子鉴定。他和表哥分别是 A 型和 O 型血，但是这个小儿子却是 B 型血。检验科的医生和我八卦，说光看血型都能猜到，亲子鉴定完全没必要做。我怕连累这个医生，就没说。现在他都离职了，我也没啥顾忌了。您的小孙子可是 B 型血，您就不怀疑点什么吗？这话一出口，客厅里更热闹了。表哥和表嫂打在了一起，大姨坐在地上哭天抹泪。电视机里正在放春晚，演员们唱歌跳舞，好不热闹。欢快喜庆的音乐回荡在荒诞的客厅里。这个年过得可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林忆苦恨恨地盯着我：你想干什么？我心情平静地说：离婚啊！你净身出户，婚房100万，他们家拿了大头，房贷却是我在还。如果平分，我岂不是亏死了？但是谁叫他俩办久了呢？这不是妥妥的重婚罪把柄吗？林忆苦冷笑一声：做梦！房子是我买的，凭什么给你？就连小姑子也回过了神。原来我刚才那么一闹，就是为了和他哥离婚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叉着腰冲我大骂：好你个李小丽！我说你怎么闹这一出？原来是为了我哥的房子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懒得理他，直接现场连线我的律师。律师那边说重婚罪不好取证，除非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。我简直笑弯了腰，这可太好取证了，随便去村头找个人问一句，人家都知道他们老林家的媳妇是张慧娟，不是我李小丽。就连婆婆藏在床垫底下婚礼礼金账单，也是写的林忆苦和张慧娟的名字。在这里，除了国家承认我是林忆苦的老婆，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老婆是张慧娟，更别说他们还办酒了。在某些地方，办酒比结婚证还好使。律师估计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蠢的男方。电话那头，他很是无语。公婆听到他们儿子很可能要被抓去蹲局子，彻底慌了。婆婆跪下来求我：小丽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别闹了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不就是房子吗？你拿走，你放过我儿子吧。小姑子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婆婆，大喊：妈，你发什么疯？房子怎么能给他？不是说好了卖掉房子给我买车的吗？婆婆闭了闭眼，一巴掌扇在小姑子的脸上：你这个搅家精，都结婚了还天天回娘家作妖，滚去你婆家过年去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卖了你哥的房子了？小姑子捂着脸，恨恨地看着他妈，带着哭腔怒吼：当初我结婚，你把我的彩礼全拿走了，一分嫁妆都不给，婆家到现在都看不起我，说好的给我买车，你转头就给哥哥买房子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妈？我说怎么小姑子每次看到我的陪嫁车，都一脸羡慕嫉妒的表情，有时候还会阴阳怪气几句。原来源头在这呢，闹了这么一出，年夜饭成了散伙饭，大姨一家子人脑袋打成了狗脑袋。我报了警，所有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。窗外万家灯火，烟花灿烂，窗内我们一群人互相指责。
抱怨连天，派出所也都是熟人。不出意外，林家过年进局子的事儿第2天就能传遍整个村。张慧娟没法置身事外，急匆匆赶来了。她是重婚罪的当事人，也要被问话。而我坚持不调解，直接起诉离婚，除非林义苦答应净身出户。张慧娟的妈陪她一起来的，听说林义苦要净身出户，还要赔我精神损失费，当即不干了。她一把拉走了哭哭啼啼的张慧娟，走，闺女，咱不受这个气，你这肚子还没显怀，直接打了。开年相亲，她一口啐在婆婆脸上，拿儿媳妇的陪嫁车当自己的，真不要脸，做什么试管，活该你家断子绝孙。等人走了，婆婆嗷一嗓子跪在了地上，哭着说自己作孽。张慧娟本来和林义苦是要结婚的，两家日子都看好了。但是这时候，林义苦考上了公务员，婆婆就有些看不起高中文化的张慧娟了。但是张慧娟实在是太听话了，她又舍不得，于是她想了一个昏招，一边在村里给他俩办酒，一边催着儿子在城里相亲，最好是找那种城市独生女，自带房车和陪嫁。为了充面子，林义苦一直都说那辆奔驰是他自己买的，老家的亲戚们也不清楚底细，都觉得他发达了。他们拿住了林家2个儿媳妇的画饼，找公婆大开方便之门。尤其是张慧娟的弟弟，更是肆无忌惮。婆家因为理亏，一直有求必应。我心里一阵呵呵，领接下来的交涉，我全交给了律师处理。林义苦惨白着脸想要挽回，小丽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看也不看他，一脚油门离开了这个烂透的地方。离婚官司打得很顺畅，林义苦是过错方，还犯了重婚罪，约定好房子归我，他直接净身出户。民政局16号上班，我们赶在第一批去办了离婚。期间，前婆婆给我打电话，求我别离婚，还说张慧娟现在已经找到了下家，不出正月都要结婚了。他儿子从此只有一个老婆，会安生和我过日子。我轻笑开口：“阿姨，您要是继续骚扰我就去他单位拉横幅喽。他好像要升职了吧？不知道我这么一闹，还有没有机会？”婆婆立马闭了嘴。我提前结束休假，回到工作岗位，领导诧异于我的果断，并交给我一个新的项目：好好干，前途无量啊，小姑娘。